无上之法，无为法，为何功德无量？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。如来有所说法也。须菩提言：如我解佛所说义，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无有定法。如来可说，何以故？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，不可说非法，非非法，所以者何？一切贤圣，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佛问：须菩提，如来的无上正觉吗？你认为他有何说法？须菩提答：我认为佛无定法，无上正觉也如此。佛问：既无定法，如何说法？须菩提答：佛法不可执着，不可限于非法，但为何呢？佛答：一切圣贤，以其法门的无为程度而有差别。佛法不是恒定，不可执着，即便是无上正觉也如此。这与黄老思想不谋而合。所谓道可道，非恒道也。然而，无为程度的层次该如何区分呢？大上，下之有之，其次；轻欲之，其次；谓之，其下；母之。欲无为则欲圣贤。例如人们对天然环境的感受，最好是天然清净自然而然，其次是清净自然赞美天然，其次是畏惧自然恐惧天灾，其下是依赖自然渴求天然。今日地球环境恶化，气候极端，就是未知的体现。若到母知的地步，地表生态就不宜生存了，只能躲入地里，窝在末日地堡中。其次，无为是相对于有为而言，就好比环保是相对于污染而言。人类的有为活动造成污染，不同的污染就需要相应的环保方法。因此环保是根据污染而对症下药。同理，不同程度的有为问题也需要相应的无为方法，绝不该画地自限，墨守成规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若人满3000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，是人所得福德，名为多否？须菩提言：甚多。世尊，何以故？是福德即非福德性，是故如来说福德多。佛说：须菩提，若有人置3000大千世界珍宝用于布施，你认为其所得福德多吗？须菩提答：甚多。世尊，然何以如此？佛答：如此所造的福德是多，但所造并非真福德。聚列世上所有财宝，然后慷慨布施于众，看起来是功德无量，然而佛陀说的又更多了。3000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，那当然是无量功德。然而这并非最好的布施，如同今日物资充沛，幸福感却日益匮乏，这是因为太执着于物效，太执着于有为法。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，乃至思居记得，为他人说，其福甚彼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一切诸佛
即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尽出。须菩提，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佛说，倘若未来有人受此经影响，并传播此经，其造福又将胜过上述。须菩提经问：怎么可能？佛答：须菩提，是因其弘扬无为法，促使更多众生觉悟，福德当然更加殊胜。如今传经就能胜过上述3000大千世界七宝布施的福德。佛陀不会骗人，但弘扬佛法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功效呢？前文略微提及宇宙结构，所谓3000大千世界，实则为大、中、小三界，大界为天人界，中界为人界，小界为阿修罗界，这三界为上三界，畜生界、恶鬼界、地狱界为下三界。构成地狱界的基本粒子为胎素，胎素是意识虚拟不可分割的物质基础，因此宇宙有7层，物质基础及微观的世界载体，也就是说我们的本宇宙是天人，地球只是其大脑中的一颗电子，而人体大脑中的电子则是微观世界的载体，也就是阿修罗的星球。聚炼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，能够造福多少众生？当然是无穷多，但与人体内的微观生态众生相比，就是小巫见大巫了。因为阿修罗界与畜生界位居宇宙中心层，内含最广大密集的众生，而其内还有恶鬼、地狱两界的无量众生。上述是数量的胜出，但布施七宝是实惠，布施意念则是虚力，两者有可比性吗？布施七宝是有为的惠，众生得福是一时的快乐，就像发放大量救济福利。布施意念是无为的德，众生得福是长远的幸福，就像创造无数清净世界。因此个人意念布施就能完胜上三界七宝布施。其次，若是有人因弘扬佛法而觉悟，无论是施者或受者，只要多一人觉悟，就多一份福德，每一份福德都胜过上三界七宝布施。而造福关键就在于力行无为。佛法探究无为法为何功德无量？在《金刚经》中对无上正觉有非常清楚的阐述，可以说整部经书是以无上正等正觉为纲领。然而无上正等正觉却只有大方向，因为每个人的修行条件、所需方法都不相同，因此如来所说法才不可取、不可说。至于无为法，则如同无诸相布施，对于当下宇宙而言，使心灵清净比慈悲心更好，因为慈悲心仍天上有为法。若人满3000大千世界七宝，以用布施，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思具记等，为他人说，其福甚彼。你认为佛陀说的有道理吗？用无数珍宝布施，竟不如弘扬金刚经。一个人弘扬金刚经，讲经说法能够影响多少人？
但汇聚全世界乃至于全宇宙的珍宝，却能够实实在在地加惠于众生，能让无数世界无数众生过更好的生活。两者孰轻孰重？精神与物质当然难以相比，但佛陀岂能不知？但却反复强调，用各种具象描述来比较两者。你认为佛陀这么做真正的用意是为什么？真正理解《金刚经》后会明白，佛陀的譬喻合情合理，而不是如行销技巧般夸张地宣扬其佛法。如先前一面对微观世界影响的叙述，修行人降伏其心，不住相布施，能够使小宇宙内的无数微观世界变得清净太平，生活在其中的无数众生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幸福。换言之，佛陀是用宏观世界的有为布施，与对微观世界的无为布施相比，主观意识是当下唯一，在宏观世界的体验感受与在微观世界的体验感受是相等的，即便两者的时空差距极其悬殊，因为世界万物都因宇宙意识的解读而相对存在于主观意识的感知中，其分别就犹如玩家在虚拟世界中的不同世界地图。